大家好，我是一名职业的高山向导，这是珠峰攀登系列的最后一集。网上有很多视频带你去领略珠峰山顶的风光景色，但是很少有人从一个攀爬者的角度，以自拍的方式去讲述真实的心声，是激动紧张，是忐忑不安。面对生和死的考验，我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是什么？那么这是我的视频能够带给你的。好了，我们进入正片吧。在第二次拉练结束之后，休息的空档来到了这个Everest Hotel， 然后从这边可以看到珠峰。在南池的一个小的房间里，窗外可以看到雪山，然后明天要坐直升飞机回到大本营，离开北京的家出来大概已经有1个多月了，终于等到了这个就要开始最终正式的攀登了，心情还是挺紧张的，也还好吧，没那么紧张，因为时间太长了，已经习惯和适应了。人生的每一天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向上攀登和努力，只是攀登这种形式体现的更具象一些，我还挺努力的，就不想把脚步停下来。半程马拉松、全程马拉松、50公里、100公里、168公里 UTMB、UTMF、90公里越野滑雪、5000的雪山、6000的雪山、7000的雪山，登山滑雪，然后一直到现在要攀登珠峰了。我希望一切顺利，我也相信自己有能力，一切都顺利。前面的这段视频录制在正式出发的前一天，这种感觉让我想起了多年前高考前夜的感受。早上，正式出发前，我在卫桑炉进行祈祷。明天出发前往 C3 营地，那我觉得对我而言算是正式的攀登开始了。连着3天 ，C3、C4， 冲顶回到 C4 或者 C2， 什么心情？等了好久了。这是从 C2 向 C3 进发的画面，我能够觉察到这一次正式的攀登和之前的拉练，自己在内心上产生了微妙的变化。我连解说的话都变少了，把所有的力气都留给攀登本身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这个营地上，就感觉其实不是那么大的差异，但是感觉挺好玩的，就像电影里演的那种一样。到了 C3 营地，其实并不觉得累，因为用了氧气，虽然开的不大吧，但其实也不怎么累，觉得。让它带上吧，因为它不带它老嘚嘚响。在 C3 的营地其实7100多，氧气呢似有似无，真的好热，我这都已经快脱光了呢，不好意思给大家看肚皮，但是真的好热呀！哦，这里面我感觉得有40多度，都不止。35度。跟烤箱似的，外面呢又很冷。在 C3 营地的一晚，也是登顶前能完整睡觉的最后一夜，我始终处在半梦半醒之间。在极高海拔的地方，睡眠、氧气都变得格外宝贵。我们凌晨5点多醒来，准备向着 C4 营地进发。这是从 C3 向 C4 攀登的路上，你可以看到路线绳上有多少人，
而且当天我们在路上就看到刚刚死去的夏尔巴的遗体。当天下午我们抵达 C4 营地时已经是下午4、5点钟，你可以看到我们3、4个人挤在一顶帐篷里进行休息。一般来说，休息2到3个小时就要出发，向着最高的峰顶进行攀登。在那个C4的营地里，4点挤的一个双人帐，我觉得那个沙地会挤的，我这姿势好奇怪，像在爬树一样。晚上7点多，我们离开帐篷，准备最后的冲顶。整个营地也弥漫着非常紧张的一种气氛，你可以感觉到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忐忑。冲顶的路上，我的手机被冻得自动关机。爬完珠峰刚刚回来，回到 C4， 看看有多冷啊！看看我这个衣服上结的冰，整个把这个氧气面罩都裹进去了。现在的感觉怎么样？现在在 C4 爱里西亚，感觉还挺好的。刚从山上下来的队友，大家看他的头发，上面全都是冰溜。我那个是结了一大块冰，这样感觉就跟那块，熬的不行的那种感觉。冲顶后，我们在 C4 营地住了一晚，才选择下山。攀登珠峰就像是一场梦，既有美梦也有噩梦。我的美梦实现了，成功登顶了，但也有噩梦。昨天登顶下山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中国人在雪地上爬，从山上眼睛看不到东西往下爬，可我实在无能为力。我希望所有想来爬珠峰的人都明白，珠峰既是一个梦想之地，也是一些人的目的。再见了，珠峰。经历了33天，我终于完成了珠峰攀登之旅。我们乘坐直升飞机从大本营返回加德满都，这一路上充满了欢乐和忐忑。如果你问我攀登珠峰意味着什么，我觉得攀登珠峰与厉害、牛逼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但对我而言，整个过程是人生中非常宝贵的回忆和特殊的体验。I hear them sing, the angels are calling me back home. 我的珠峰攀登结束了，但是我人生的探险还在继续。谢谢你的支持。